现在的网友对笔记本散热的执念真是越来越深了。我们见到过给笔记本改装水冷后翻车的，也见到过给笔记本上液晶后翻车的，但是这个网友就更加牛逼了，他直接给他的电脑改了个小冰箱，此话怎讲？老师你好，这台电脑呢，因为自己闲着没事，弄了个半导体散热。半导体散热是什么呢？如果说你体验过冰火两重天，你就会理解啊，它呢是一边冷一边热，大概呢是这样的意思。比如说这两个固态硬盘呢是两个铁片，然后一个铁片上面呢接一根线，给这个线通电以后呢，下面的热量会传导到上面这个热量，时间久了以后呢，下面呢就越来越冷，上面呢就越来越热，然后我们再给这上面加一个风冷散热器，再把它压在 CPU 上面。哎呀，简直不要太完美啊！理论上呢是非常完美，可是这个网友为什么会翻车呢？改完以后呢，他就睡觉了，他没有关散热器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发现下面呢已经结冰了，就是说这下面呢已经结冰了，这热量呢完全被这上面吸完了。他非常的兴奋啊，心想我的电脑以后 CPU 温度呢肯定分分钟压到0摄氏度了。于是呢他就继续用。第二天晚上呢，他又没有关电脑，也没有关散热器。结果第二天早上呢，他发现电脑呢已经不开机了。不过按开机键呢有反应，就是屏幕不亮。大家对这网友的动手能力呢已经不要做任何的怀疑了。于是他自己把电脑拆开，看到有腐蚀的芯片，还有烧糊的芯片，他呢全都给它换了。结果这台电脑本来开机有反应的，现在连开机都没有反应了。这些网友虽然动手能力非常强，但是理论知识怎么这么欠缺呢？像改装这种散热，下面的冷凝水肯定是会产生的呀，他难道从来没有想过吗？当时他都看到里面结冰了，他怎么又敢继续往下用的呢？真是想不清楚啊。不过这些呢都不是我们该想的东西了。我感觉这台电脑修好的概率不大，又是静液的，又有烧糊的，自己呢又修过。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的状态啊，插电待机正常，开机呢没有任何的反应啊。那我们来拆开看一下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他自己又动过哪些地方。打开后盖，我们可以看到这 CPU 的铜管上呢还有点痕迹，那个所谓的半导体散热应该被它给拆掉了。这点痕迹仿佛诉说着它之前的光辉历史啊。然后我又看了下主板上动了哪些地方，暂时呢我只看到这个芯片好像被它换过，这应该是一个35伏的芯片，然后这个芯片被它换过，这应该是一个充电芯片。其他地方的话，等我把整块主板拆出来再看一下。花了一点时间呢，我已经把整块主板拆出来了，大概看到除了这两个我之前看出来的焊过以后，其他还有哪些地方焊过的呢？这个和蜈蚣一样的芯片，两边都是腿的芯片换过，这两个芯片换过，还有电源接口这两个模式换过，这边板层都烧炸掉了，然后这两个也换过。这是一个35伏的上下管啊，很显然这边极大可能会击穿短路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机组焊的怎么样吧。像这种35伏的芯片如果没有焊好，一烧一大堆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待机芯片焊的有模有样，说实话10分满分的话，我可以给它9分啊，焊的是相当不错。如果刚学修电脑的人，不可能焊的这么好的，大概率会连吸。这个蜈蚣一样的芯片呢，也焊的不错，虽然这边连吸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它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，只是这里有个角焊的可能有点像老四我啊，中间稍微有点大。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其他地方，总体来说焊接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那为什么不开机呢？刚刚我说过，它这两个冒水管动过，这个呢又是35伏的待机芯片，大概率会这边短路。我们来量一下，这是5伏供电啊，正常的话应该有300-400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只有15了，很显然已经短路了。那这个电感为什么会短路呢？这边短路开机的话肯定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可是这网友坏之前呢，它是开机有反应，屏幕不亮，被它焊了以后才这样，很显然可能是它这里没有焊好，才有可能导致烧掉的。有人会说，你刚刚才说它焊的非常不错，怎么会烧掉呢？焊这个芯片呢，就跟我们学习似的，平常我们学习不管是多好多差，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只要你在高考的时候发挥正常，那就问题不大。可是如果你高考考了一个非常烂的成绩，在高考结束以后呢，拼命的学习，你学的再好也无济于事了。我相信这网友学习呢可能也没学习好，就急匆匆的去参加高考了，结果一插电烧了一大堆。他当时觉得可能问题不大，高考完以后呢又苦练技术啊，终于把它焊得好好的了。但是大错呢已著啊，因为这边呢我们已经短路了，所以呢我们直接来烧机，看一下这个主板哪里发抖。这边呢咱们直接用一个4伏来烧一下，插电有0.5啊，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哪里烫。大概扫了下，中原2点红，是哪两个芯片来着？
一个呢是待机芯片，一个呢是声卡。看样子这网友学习的挺用功啊，在高考完以后把书本都翻烂了，估计这个芯片都被他焊坏了。所以我刚花了一点时间呢，已经把这个声卡还有这个待机芯片呢都已经拆掉了。我量了一下，这个对地阻值呢已经上升了不少了，但是还是感觉有点低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短路的插电，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短路的电流。我们再来照一下，照了一圈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芯片呢有一点点发烫。修电脑真的是得必备热成像啊！如果用手摸，像这么一点电流，你是不可能摸得出来的。我们的手又不是其他东西，没有这么敏感的。因为这个呢已经短路了，所以我闭着眼睛呢又给它拆掉了。然后我花了点时间呢补了一些必要的芯片上去，像这些声卡什么的我就没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脑有什么状态啊？插电，开机。我们可以看到开机呢有反应了，这个指示灯呢已经亮了。我相信啊，它原始的故障呢可能就是这个。这些烧掉的芯片呢全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。那这个电流又是哪里坏了呢？它呢这个电脑肯定是进水的，它之前呢肯定是这边进水，所以呢我们重点观察这边，因为我们的思路呢比较明确啊。我一下子呢就在 CPU 供电反面呢看到这里有腐蚀掉的电阻啊，看到没有？我相信啊，把这个电阻坏掉，这个电脑电流呢又可以上升了。好不好呢？我不敢说，毕竟这个网友的手法呢太奇特了。所以这边呢我又花了点时间把那个电阻给换掉了。我再来看一下有什么效果。插电，感觉我们可以看到电流呢轻松跑上去，但是呢并没有轻松秒杀。虽然这个电流呢是快亮了，但是呢它在马上要亮的时候呢就会掉电。我相信啊，大概率可能是 CPU 挂逼了。哎，这台电脑羞死我了，修到我晚上12点半，1毛钱没捞着。所以各位网友啊，你们改水冷、改液晶这些东西呢，我不拦着你啊。电脑坏了以后，千万不要自己搞啊。